在这边，你的手握拳往前伸。你看哈，他的肩胛骨现在是这样子的。如果前面受力的话，你就在这边。是不是？你这个手臂啊就没有办法接腰，它就在这里了。所以你这里，所以他们会把这边的肌肉练得很强，来保护这个肩胛骨，保护肩胛骨不让它脱离。所以这边要练得非常强。你练得越强，它越死。所以不行，你一定要练习这个准确哈。所以回去自己花点时间，把那个换掌试把它练准确。所谓的准确就是几个定位，要准，然后那个路线路线要准所以练拳的定位，守住规矩，就是你的点在哪边，线是循什么走的，这个东西不要乱掉。你能找到这个练拳的那个点点有起点，有终点，有中间的过渡点。你要学一个动作啊，其实你一开始要掌握的就是那个点，你要掌握的就是点你掌握不到点，你的手脚就乱动。就算是跳舞也是一样，你跳舞人家的手回来是在哪？回来是在哪边？在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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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正规的它都有一个点，你有点，你那个动作才有形嘛，才有形它才出来那个他要的姿态，才有那个姿态。你的点不对，你的姿态就错。练拳也是一样，你练拳要先看点，它的一开始动，它的点在哪边，然后起来，比方你起来这是一个点嘛，回来在这边嘛，这是一个点，是不是？一般都是水平跟垂直嘛，这是一个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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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点先搞对你就不会这个手起来就乱了，手这样走就乱了，点错了，线就错了所以手从这边过，点在哪边？点在这边，点在这边，这边把这个搞对，不要乱走。所以你找到点，这个劈出去，点在这边，这个手一定是我讲过嘛，第一个点在这边嘛，你的手回来一沉，手肘一拉，第一个点在这边，耳朵出去。那你要了解点你就不会这个手这样子走所以自己要去找我们影片都有放上来嘛，你自己去看。要学很简单，就是点好，我们来走一下太极拳。我们今天来练什么我们今天来练肩胛骨的位置。我刚才看很多人就是肩胛骨的位置没有放对。当然我们在练拳当中因为力量的不一样嘛，所以肩胛骨肩胛骨会有不同的动态往两侧的，往上的，往内的，往下的，它会有不一样的动态。可是你先要有那个最正的那个位置，最正的位置就是你的肩胛骨往里收，往脊椎收，往下沉，往脊椎收，往下沉，肩膀都松的，手臂松的。你只要有一点力量，让你的肩胛骨往脊椎一收，往下一沉，这个位置，所以你的肩胛骨应该是贴哪边？是贴肋骨的。肩胛骨跟肋骨贴得越正越紧越好，然后往下一沉，这个时候你的手臂跟腰才会有连接，在骨骼上面的连
有骨骼上面的连接，就是架构上面的连接，所以先要有这个啊，先要有这个。那我们等一下来练太极拳，我们不要多，就练第一段。第一段从一开始到第一段结束，你都能保持到你的肩胛骨在这个位置。那手臂就是松的，你这个根，肩胛骨是手臂的根嘛，这个根不要动，根不动。然后你的梢怎么动，梢就跟着势动，不是说你一下去用很大的力去稳定那个根，你的手臂就变成这样子，不行。就是根是轻微的力量往前一收，贴肋骨往下一沉，连接到腰。你们先试试看，能不能你用最少的力，把肩胛骨往里一收，贴肋骨往下一沉，能不能感觉到你的肩胛骨跟腰的连接？行吗？行哈，你能做到这个，你的身体自然就正了。不要用肩膀去推肩胛骨，肩膀松掉，要用肩胛骨带，用肩胛骨带，不要用肩膀推，不要用肩膀去推肩胛骨哦，要用肩胛骨来带肩膀，所以你的肩是松的。一收一沉，连接到腰，对，对，对，胸落下，不要用前面的力去推后面，是用后面来带前面。行吗？你也要常练这个，你的背有点圆了，对，哦，你这个再贴肋骨，行吗？行吗？啊？再贴肋骨，嘿嘿嘿，用它来带，收，沉，不要凸，你现在凸了，收住，沉。你看你又凸了，我叫你沉，你叫你沉，它就会往外跑了，是不是？收，沉从这里做，沉从这个做，哎，这个肩做，哎，这样是不是贴一些？对吗？哈，这也是一样，收，沉，这样是不是正？啊，好，等一下练就维持到这个，啊，行吧？这样子是对，可以，对，这个你再贴，尽量再贴一点，用这个，哎，这样再，对，行吗？可以哈，可以，不要用前面推，不要用肩推，用肩胛骨带。对，可以，你再带一点，再带往下，来，这个收，往下，这个再贴一点，这个再贴，对，往下沉，对，贴住，这个再多一点，往这边带，肩胛骨往这边带，往下沉。这个肩往下拉，哎，这也是一样，再往内一点，往下拉，对，让它尽量贴肋骨，这边尽量不要有缝，行吗？这边不好，把这边往这里带，不要用挺胸的做。用肩胛骨本身做，不要用这个，
你去尝试运动你的肩胛骨，不要用前面，不要用这边，不要用这边，直接用这边，把它走到这个地方来，听不懂？好，现在到这边，你现在是用前面做的哈，没关系，你到这个位置了以后啊，胸松掉，你看你胸松掉，它就跑了，让它不要跑，胸放松，这个不要跑掉，胸放松。前面松，这个不要动。听不懂？啊，你回去慢慢练习，直接用肩胛骨做。这还没贴够，用这个往这边走，不要用这边往下沉。也是一样，往下沉，这样是不是有一点接腰了？对吧？哈，去练习用肩胛骨做，这个还没贴够，往这边走，用肩胛骨做，不要用肩做，肩胛骨带往下沉，肩胛骨带往这边走，往下沉，停住，收住它，肩放松，胸放松，这样是不是有接到腰？在这里停住，这不行，再带一点，再往这边带一点，往下沉，往下，这也是一样，收进来，往下去接腰，有体会到接到腰吧？在这边停住，让它去接到腰。你这边凸了，我本来就不太喜谁都可以。我跟你讲，好，你用肩胛骨往这边走，往脊椎走。对，你现在是用肩做了哈，没关系，你慢慢去练习用肩胛骨做。肩胛骨到这边的时候，这个地方往下走，就接腰了，骨盆放正，腰放正，接腰，这也是一样。往这走，往脊椎放，你现在是用前面做的，然后这个点往下，人不要歪，收进来，往下去接腰，接哪边？接这边，听不懂？你用太大力了，你用太大力做了。回去练习，你可以直接用肩胛骨把肩胛骨移到这个位置来，让它尽量贴肋骨，向内往下就接腰了。有体会到吗？接到腰，好，你现在就保持到这个位置，然后把肩松掉，把胸松掉，不要让它跑掉。这边收，往下，不要蹲，只用肩胛骨。这个也是收。沉，只用肩胛骨做，不要蹲低，不要用力，不要力量，练习。你这边这边要这边不要用现在你是用肩做了哈，回去练习用肩胛骨做，这样子贴肋骨，往下带，贴肋骨往下带。这样是不是有接到腰了？是不是这样子？好，保持住这个，胸松掉，肩松掉，这个不要动。好，你们现在很多人站立的时候还没有办法用肩胛骨来带，用肩胛骨来自己到那个位置哈。所以你用前面也没关系，你先让肩胛骨到那个位置，往下。到这边停住，后面就不要变了。前面试图把前面松掉，把肩膀松掉，把胸松掉，在这个地方，然后增加你的肩胛骨往内往下的力量，慢慢增加它力量。你会感觉到你的肩胛骨跟腰衔接的越来越紧密然后你的心窝这个地方慢慢开，这边会慢慢开。你慢慢做一个深呼吸，
会比以前顺。好，先停在这边。今天可能没办法用这个来练太极拳，因为你们站立都没有很难做到哈。所以回去要练习，先用肩胛骨做，肩胛骨收，贴肋骨往下沉，肩胛骨下面那个肩往下面走，往腰走。运行做到这个，保持到这个，你慢慢就直了。希望会啦。人家都说你现在，我同事才离过，你有没有80岁？我说没有，发什么？80岁。我贴的都快昏倒了。我想，我靠，你他妈的老那么多。我说一行师兄那个体格骨架很棒啊。对啊，对啊。全身都是痛。现在的话，现在我会痛啊。你也会啊？没贴啊。哎，往这边贴，尽量贴，然后往下拉。我这个完全做不到。是啊，你看，你看你跑掉了。你看你这个也跑了嘛？就你们这个肩胛骨啊，你们这个肩胛骨不能贴，你不能接，你的手握拳在这边，你的手握拳往前伸。你看哈，他的肩胛骨现在是这样子的。如果前面受力的话，你就在这边。是不是？你这个手臂啊就没有办法接腰，它就在这里了。所以你这里，所以他们会把这边的肌肉练得很强，来保护这个肩胛骨，保护肩胛骨不让它脱离。所以这边要练得非常强。你练得越强，它越死。所以不行，你一定要练习这个贴，你先放下，这个收进去。贴肋骨往下，到这里，你能不能用这个肩？你能不能让它往下去接腰？这个力量往下去接腰，行吗？有体会吗？有。好，你的手，好，你的手再伸，手握拳再伸，我帮你。好，你在这个位置，再给你压力，它往哪去了？它是不是往这边来？对，来了，对吗？我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不是嘛？没有，但是意思是就是没有痛还是不舒服的时候。对嘛？它就不会像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就往这边去了，有，是吧？对，所以你要这边，你要用肩胛骨做，你看你又凸了，你又凸了，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我们讲要贯穿起来。什么腿啊、胯啊、接腰啊、接肩啊走，它是成一个连线嘛。那你这边断掉的话，你的肢跟体断掉。你的肢跟体一定断掉，晓得吗？你这边不管你的胯、你的腰再大的力量，它到这边就断掉，它送不到手去。因为它们没有连接。没有连接，对。就听不懂？蛮细节的。所以这是你去看骨骼嘛，这是骨骼的连接哦。骨骼是什么？骨骼就是结构嘛。你这边没有连接，你这个结构就没有你成不了一个结构。就好像你坐一个椅子，它到一个榫头一个关节的地方，它凸出来了，它凸出来了嘛。凸出来了，你给它大力，它就垮掉。听不懂？所以先做到结构的连接，在结构的连接上面去练习筋的连接，晓得吗？当你筋能够连接的时候，它怎么动，它就是连的。当你筋连接的时候，它变成活的。我的筋连接了，我不靠骨了，我是筋。所以结构连接跟筋连接不一样。你在这边的时候啊，你必须骨骼在正位上面，你才可以做到筋的连接嘛。
那你能够在骨骼正位上面做到筋的连接，把筋连接起来，然后筋上面可以有力量了，是不是？筋是不是比骨长？所以你在筋的弹性上面，你的骨就可以变化。对，这样不懂？那我做到这个的筋的连接了嘛？筋比骨长啊，所以我在这个连接上面，我可以做到这个骨的变化嘛？它一样是连的，这样不懂？那你先要做到骨的连接，就是结构先要做对，结构先要做对。啊，那我们之前练的那个，我们其实那时候是老师让我们体验，就是练肩胛骨啊，感觉到它嘛。对呀，对呀。就假设练这个也不一定会知道它对的位置在哪里。所以你先要有这个正位，你这个一正位，你从后面一做的时候，前面很自然就开了嘛。你的身体就正了嘛。听不懂啊？那你长期是这个样子的话，它就偏离嘛。它就偏离了嘛。你长期是这个样子，它就偏离了嘛。它这个关节偏离了，慢慢，你的肢跟体之间就断掉了。我觉得很大的问题是，像我自己，可能别人也是，因为常常姿势不对，所以你把那个真的姿势，就是也不知道是。是啊，因为你可以用肌肉来补强。对。我的关节位置不对，我的关节位置是这样子的，那我要使力怎么办？我就用肌肉来补强它，是不是？所以后面练到很多人，你看很多练推手的啊，练发劲的啊，他变成这个背后非常厚，就是这一块它很壮，这一块